吃早餐了吗？我起比较早，所以我做了一点。对，我都看到，因为我那个楼上刚好是我那边是吗？秋千的那个位置还是什么？他在干嘛？健身啊。所以你能看到我的浮标。对。哇，太尴尬了。我以为我早上一个人在那边沉淀，然后他敬我第一酒，开始运动了。哎，嫂，你也去运动了？没有，在外面晒太阳。你几点起来吃早餐了？我健完就吃了。哪一点？谢谢大厨。现在已经是午餐了。现在算是 brunch， 来做 omelette。但是我这个锅感觉有点大了。所以1分为2。对我来说，做饭是比较简单的，其他有点困难。比如呢？跳舞运动极限3打4你下午跳舞去吧。哎呦，跳不是舞。哇 ，hello， 早上好。你弟过来，你过来。下午有什么安排？我约了人出去。约了人出去。你猜？不知道。猜不出吗？啊？猜不出吗？猜不出。应该是你昨天的队友。他以为是丹琪，他把他当假想敌。这么神秘。恭喜你，猜错了。猜错了。那应该是。你这，是吧？又猜不对是吧？一共4个都猜错了。你真牛，在4个里面猜错3个，排出了一个正确答案。4个里面猜错了3个。哦，对，想起来了。你们今天都是居家这么白色吗？对啊，就我黑的。懂了，你们俩一对。下午有什么安排？幼林已经有安排了。你有安排吗？没有，没有，暂时没有。真的假的？没有。不安排点，可以单独去找女生约会啊。对啊，你看见人了吗？没起床，我刚下来。他又戴上这个手链了。他戴着这个手环跟别的男生约会。我早上真是出来运动和吃早餐的，我没太多打点。开饭。我已经叫他们下来吃了，吃吧。Hello。啊，他坐在他旁边了哈。你头痛好一点了吗？2个男生都在看他。你怎么头痛？真的？昨天啊？我就是昨天太累了，然后就是洗完头之后我就没有吹得很干，然后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就想说完蛋了。那怎么办？来出去的动。我感觉就是感觉有点太难受了。这个交头接耳很亲密。没关系，到时候你不舒服就不去了，我们就反正大家都在这。吃饭吧，或者开。他又说不去了。不去了。什么表情？就是我昨天吃到的是没有这么酥脆的，还这个好吃。哦，是吗？当然，可能因为你身上。我要洗点水果。
瑞塔一直在吃瓜，你看。那你有发烧吗？你感冒？有一点，我感觉。那咳嗽呢？嗓子还好吗？不咳。不咳。尴尬，尴尬了。有趣了。我觉得悄悄话，它可以是任何事情。我好奇，但是呢，毕竟这个别人的事情，这也是别人一个沟通的权利和自由。我没那么好奇。真的吗？那你等会出去要多穿点哦。我直球的盯着人家呀。什么玩意儿？什么不舒服？没有，他就说就是关心我嘛，说去多穿一点。我说没事。他问他说什么，他还不告诉他。我先上去了，拜拜。Hello， 中午好。中午好，中午好。下午有什么安排吗？我打算来学一下，也不是学吧，就我高中的时候是艺术生，所以那时候是有画画的，所以打算研究一下。那一起研究研究怎么样？可以。他要开始行动了吗？这些都是颜料吗？是的。哦，这个挺好的，这个好像那个青金石的颜色。有的时候这些工具的不同也能会带来一些意外的惊喜。其实我不太喜欢限制工具，我可以给你看我的影像作品。看看。这个画面实际上是我在飞机上拍的。哇哦，好看呢！哦，这些都是摄影是吧？对啊。哇，你以为是画的？对，你这摄影真的是跟这个画画的光影结合，让我真的难以辨认的。我比较抽象。哦，这个单旗是这个旗。其实我看你这个像一个陈丹青的，因为我之前经常看他的一些东西。他之前不是有个综艺叫局部，对吧？他会游历很多美术馆，然后有一些分享。我觉得他的表达还是很深刻，但是又很生活化。对。这个实际上也是在飞机上拍的，2层玻璃。然后陈老师，哎，陈老师，你可以，我做你的下一个学生可以吗？你们先来，不打扰，我先不打扰，我要预定下一个学生。你先那个约好号，约好号。对，我排。这在干什么？我给你排个课，画画呢。哇塞，好，超厉害的。害羞了，不经夸，就我自己夸自己还行，别人夸我就不好意思。他好可爱哦。哎，那要不我们3点一起去超市吧？4个人可以拎点东西啊什么的。现在几点了？再过1个半点。OK。有单。我想骑车。对，我觉得大家一起运动运动挺好。你们俩有谁今天想当一把明星吗？什么是明星儿？你觉得你自己长得像谁？哎，我可以先说一下吗？那叫唐，对。唐嫣。好。你也觉得是吗？你这么一讲，我觉得像。是吧？我觉得我一会儿知道。你自己。他们今天说有点像唐嫣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的确有点像唐嫣。唐嫣长相是我的理想型。他的长相是有理想型。唐嫣老师，从这边下。老师小心。啊，谢谢。老师小心。老师看镜头。你演上瘾了。老师看镜头。就是你们负责来拿，我们负责来拿，我们负责来推。好的。我最喜欢逛超市了，我觉得逛超市超
超甜。你们有人想吃什么年糕之类的吗？你会做吗？我觉得你们应该，我会做呀。你要吃吗？你会做我就吃。会呀会呀，你要吃就做呀。可以啊。你会做我就吃，然后我说。好可爱哦！你吃我就做，你做我就吃。而且轩轩嘴上说是说你想跟谁，他说每个都可以想试一下，但其实眼里只有那个人。我很能明显的感觉到肖文涛，他今天是想要主动的去跟我多一些互动，在我这儿算是加分的。请问你是唐嫣吗？你是唐嫣吗？请问你是？我是什么？那请问你是罗晋吗？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这个棒棒糖，但是现在买一个呗。好，买一个呗。你们吃棒棒糖吗？我不吃棒棒糖。谢谢。来，只加一份，吃吧。这氛围。想下去倒水喝。哦，给你点了一个喝的，还有一个温度计。住得近就是好，怎么都是顺道。然后就给他点了一份红枣燕窝姜。踏青不？可以，帮我拿一下。这个包你背也挺合适的，是吧？我也觉得还行。走吧，风带风了。嗯，你俩像拍画报一样，很搭。我俩像春游似的，他俩像去时装周的。我们俩今天这个穿搭好像比较配得了。我们两个是在一个图层里的。对。但是我们这个组合其实很好，因为有一些撞色。哇，好漂亮！它就油菜花田。哇，景色很好哎。这个是樱花，应该是吧？好漂亮。哎，所以你平常工作也好，情感也好，会不会有一些让自己觉得还挺焦虑的事？我工作中可能是老虎，但我生活中是考拉。哦。所以我在学习如何让考拉跟老虎更加平衡。挺好的，有句话叫极端然后丰富。极端然后丰富哦，高级，喜欢，男生们学一学。哇，学到了，真是学到了。卓老师我觉得很优秀，以后从此改名叫卓老师。对。我想套这个。来呀，我们试一试吧。老板，我们想套一套。我们30块钱一筐，5块钱3筐。好的好的，我们先来一来。套那个瓶瓶罐罐的试一试。哎，怎么样？厉害！汝窑的，牛啊！送给你了。这个用来插花。这个颜色挺好看的。这个手柄得擦一擦。好，你手要不要也擦一擦？不用，一会儿我给你搞。你擦一擦吧。送给你了这个纸巾。挺好，战利品。
他俩这个步伐真的完全不管我们，连头也没回过。对，哇，来，可以吗？我们也可以套吗？哎，套蓝色狗不正中你下怀吗？狗都是蓝色的。知道我今天要来。对，这确实不好套。我觉得好几个都好难的。我看他们套圈都是好几个一起套的。这样的是。哎，真的是蓝狗。中啦！真中了这个蓝色小狗！太强了，实力。弟弟给你带朋友啦！好厉害，好开心，好开心！我特别惊喜，我都跳起来了，因为我有跟他说啊，这个小狗简直就是命中你的点，它就是为你而来，因为你又那么喜欢蓝色，然后这个狗狗又长得那么像你的弟弟，然后我就觉得真的特别不可思议。这个真的，我刚刚都吓到了，真的很厉害，命中注定，我跟你说。绝了！叮叮叮叮。我感觉柳柳比我第一次见面感觉就是更放松一些嘛，然后更可爱了一点，就是这种小女生一点的性格还是蛮戳中我的。哦，我喜欢吃那种裹焦糖的那种。好渴。这个怎么样？这个吗？番茄。老板来一个。你尝尝怎么样？这个动作很亲密，可以买，还可以是吧？可以买。那再来一个。但是这个就这样拿手里吗？我上拿一2个哑铃，刚好给你举着，可以吧？不要这么卷了，放松一点。怎么样？不错。我一路吃哎，你一路干活。没事，感觉你吃的好开心。很开心，我最近都吃的还挺开心的，除了第一天中午吃的那个席。就你吃的时候，你心中的那个孩子的那个一面就迸发出来了，感觉很可爱。可爱，好啦。下午的活动时间、天气、地点都很好，然后人也是我想要去进一步深度了解的一个人。看到他也会对一些小零食啊，然后也挺喜欢去吃这些小甜点的，就是感觉到他内心当中其实还是有个孩子般的这种天真的，我觉得在我眼里是挺可爱的。甜甜的。哎呀，我想坐前头。来，上来就原地跳舞。我们太小了。没事，退。来，禁止马和成人开，不要让小朋友开。不要让小朋友开。来，家长开了，不要让小朋友开了啊！好，家长来了。家长来了。再倒。我的名声从此扫地。好了。还挺有意思，看到了他在生活方面可能就不如在工作方面那么的井井有条。他其实生活方面他也会有一些钝感，我觉得这样的女生还是挺有魅力的。抬头视角。哇哦！那已经开始凉了，你知道吗？还行。哦，越来越近了。他玩得很开心。我很来实录了已经。好好看，谢谢你，好厉害。哎呀，舒服，好舒服。江南无所有，聊胜一枝春。好舒服。对，我喜欢这种很舒展的感觉，而且很成年人的感觉。很顺。哦，今天好放松，好治愈。这样很女友视角，从上往下拍的。真的是。你真的挺会拍的，你构图真的很好。我跟你讲，像莫奈的画。像莫奈的画哦，这夸人夸的那么高级啊，好看的。然后再加那个太阳的这个角度，很像一幅油画。前天是有一个很圆的月亮，
今天有一个很圆的落日。而且很完整。哇，应该是什么相似爱情？你在上海有看到过那种只能坐一个人的车吗？那就老头呀。然后有一次正好有一个车过来，然后下来一个人，我就很怕别人要跟我抢，我就直接一屁股坐上去。然后人家说这我们自驾车，你坐上来干嘛？我直接一屁股坐上去。哎，我觉得这一趴很适合下饭看的，这个很甜，真的，你会看得很舒畅。对，当然了，除了开头的那一丢丢，就是在饭桌上的修罗场。对，如果你看到你喜欢的人，同时也有其他人在追求，你那个场景下你会选择什么呢？如果还好，那就随便；如果是要特别喜欢，那可能就不能输。对，因为我觉得了解一个人，就是如果要建立感情的话，其实没有太多的精力说我发散性去同时跟很多人去保持一个就是确立关系前的了解，了解一个人一定是深刻的，一定是专注的。那既然前一天已经确立了这个情愫的话，还是需要有始有终。我觉得，哪怕是你在想试其他的人的话，也可以大方表达出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是一方面我们去了解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但同时我们可能还要再去判断别人会喜欢什么样的。所以我倒是鼓励大家，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一种是你培养自己的能力，你能快速的去判断到底我在这个关系的局里我是处在哪个状态里，但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就只考虑我能承受的代价。我特别同意，就是这个衡量你到底的代价在什么地方。对，朋友们，我们接着往下看。耶，走啦，回家喽。Hello，你这么冷的吗？毛巾都披上了。哇，你们已经回来了。你们去哪儿了？我们4个人去门口逛了一圈。他的表情已经冷掉了。你们4个人一起去门口？还有卓然跟丹琪。我们去把我们能想到所有东西都买好了。哇，这么帅！来了，背头怎么竖起来了？我们全程都在吹风。哦，我也上去收拾一下。好的。我也上来收拾一下。有回应他。大家还听到你说的哦。回头看他，他把蓝色小娃娃给他了，是爱吧？哇哦！哇！真的有烧烤哎！真的有烧烤哎！穿外套。丹琪，我们要到露台去吃烧烤了。哦。所以你穿的稍微厚一点。好。我们是在室外吗？所以你这不冷吗？我不冷，我还好。哇，我都没有走到这里来过，解锁了新地方。这个看起来好棒哦，感觉还挺好的。排排坐吃火锅。东西放这儿吧，先放这儿。先放。哎呦，还有屏幕啊！已经有几个烤好了是吧？加一下热就可以吃了。这简直是我的绝对领域，就是这种时候。你仿佛那个开小摊的老板。我很像那个玩这一场戏。
你很兴奋，这里最兴奋的是你。我下来春游了，舔滋滋那个嘴角。生前安排一串这个，行，考得过来吗？你要跟柳师傅先说一声。柳师傅，柳师傅哦，柳师傅，今天要吃好多少钱，全指望柳师傅。有劳你了。你们两个仿佛像摆摊聊天的，不务正业的，不务正业，摆假摊。然后是那个过了一会儿一低头全交了。烧烤西施。一会儿让他坐过来，你跟他换个位置呗。可以啊，没问题啊。怎么样你们？今天挺好的，也很好玩。但那你就是咱们第一次就大家一起见面，你会觉得哦，你会对他是更有感觉的吗？目标挺明确的。那你觉得他给你的反馈？说不好，我以为他们要那种。你感觉呢？有自然吧？总有一点吧。啊，没自然，没有。会有一点的吗？啊。你等会儿坐过来吗？他们怎么变成拍照环节？边烤边吃啊！一起做吧。还没坐过来。心想什么东西？怎么了？幻听了？我给你换个路，我给你换个路，坐这儿。嗨。搞点新的，咱俩一块儿。哟，他是使劲儿呢，这是在。我也坐过去吃，我在这边做不到的。这个时候谁赶快坐回来很重要。对。你来过，我在这感觉用处不大。那他。花儿上去卫生间吗？你不刚去完学了？你不刚回去吗？现在？他帮他的 homie 把那位置留下来。对，小文有点东西啊。不是大锅是大哥了，你我懂了。不是因为他说要去卫生间吗？对吧？为啥专门找他去卫生间呢？对吧？我一会儿要换位置，我不坐那儿了，我很尴尬。纸巾有没有？用纸巾。你喝什么？你们倒是吗？我不小心刚才给你倒了半杯酒。那不行，可以。我先给它倒在我的杯子里，但是有味儿。没事。看一下。你屁股坐下来了。这是吧？牛肉不是你吃了吗？这个？我刚刚不是一直在吃？好吃吗？好吃。我买的。是有什么味道？没吃出来。对，没吃出来就对了，他什么都没放。安许，这很烦。因为讲冷笑话。需要帮忙吗？哦，这时候 BK 坐哪？扇一下或者换。他这个差不多，应该挺好吃的。辛苦啦，辛苦啦！好，哎，你们都归位吧，归位吧，归位吧。他怎么又走了？这
这个座位又换了一轮。谢谢。有消息了吗？有。哦。好，来了。哦，我也很好奇，谁是第一个？直接发言是吧？大家选出一位最好奇的人，那我们大家先选。丹琪，好吧？好呀，我同意。好好。哦，他的确实最期待。为什么？他的女王啊，期待，很期待。嘿嘿，好戏来了。太美了！我叫陈丹琪，今年30岁，我现在是一名服装设计师。21年开始到上海，获得了于 Price 的可持续创新奖。InStyle 年度时尚设计师，施华洛世奇首位获奖中国设计师，被 Vogue 专题采访。哇，好厉害哦！做这个品牌还是想把东方的美学以一种更当代的方式，希望在国际上持续的发声。哎呦，这眼睛里迷住了。这就是我，陈丹琪。可以，很棒。好美啊！谢谢大家。赞。虽然我之前对丹琪的一些职业和身份其实已经有了一些了解了，但今天的VCR一播，我觉得还是有些震撼。下一位，你来选。他会选谁呢？卓然吧，拜托，选他。轩轩，不是要选异性吗？异性，你，卓然。好。异性的啊，异性，你叫你死鬼。先猜是吗？好，先猜。理工男，不对。好，你是应该跟艺术相关的。也不相关。作家，我作家其实是我就是副业的爱好，是作家协会的会员，但我主业并不是说就是作家。猜中了副业。猜中了副业。对。还有什么？天文学家啊，我夜观星象。请播放吧。对，那请大家带着疑问揭晓答案吧。好。我没看过，我感觉好社死。先死一个是一个。大家好，我是董卓然，今年36岁，现居上海。我目前在一家全球化生物制药企业，负责罕见病领域患者事务相关工作。这个真的没猜到，好酷哦！真的有点牛。意料之内，
因为我们第一次吃饭的时候聊到了一些科学养生的一些观点吧。平常日常生活中自己就是更偏向于地中海饮食一些。所以它很清淡。我的工作主要是要与一些临床专家、NGO 的机构保持一些沟通，从企业的角度给到他们更多公益性的支持。我的爱好一个是阅读，一个是写作。阅读能够增加你生命的一些广度，抚平你内心当中很多纠结和焦灼。那写作对于我来说是有一种宿命感，文字其实能够记录下你不同时期的感受。哇塞，写好好啊！厉害！就像相片一样嘛，能够框住一段岁月的过往。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契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投入到写作当中去。七言绝句都有。他做了一首藏头诗。哇塞，这个藏头。谢谢大家，敬你一杯，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其实非常有幸在这里跟大家相识，然后相知，觉得非常荣幸，再次谢谢大家。哎，我很好奇，刚刚那个小片闪得太快了，最后结尾是你做了一首诗，是吗？对，是我因为这个节目，然后写了一首诗。哇，那你可以现在给我们再朗诵一下吧，看，因为它太快了，一闪而过。好的。这个诗啊，第一句叫“人生际遇总有时”，是觉得大家在此相遇其实是人生的一种际遇。第二句话是“恋恋风尘枉凝痴”，形容大家其实半熟的年龄之前，我们都经历过很多恋爱感情，对吧？中间可能有一些迷惘，也可能有一些疑问，也可能有一些嗔痴，是枉凝痴。熟言岁月催人老，其实熟就是在古文当中就是谁的意思。那谁说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一定是岁月催人老？叫半生归来仍赤子。所以说这个藏头诗的倒叙就是半熟恋人。哇塞！我觉得我得亏问了这个问题，错过了好多信息啊。然后最后一句话其实就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半熟的年龄走出之后，还能够真诚，保持一个赤子之心。对，所以谢谢大家，谢谢。但他就是介于又理性，然后又诗意，对，又诗意啊，怎么能不爱？他就是极端，然后丰富。对。他确实是一个很温暖的人，而且我觉得我们就是在一些精神层面、一些对于事情的世界观，其实都很契合。真的太棒了，太棒了，超棒！其实我自己也喜欢看书，但是我很少去写这些东西，我就特意去问了一嘴，哇，等一下我就觉得反正是在闪闪发光的感觉。中了，打到我心巴上了。下一位你想选谁？下一个要异性是吧？柳柳吧。Oh my god！ 会选。那大家觉得柳柳是什么职业呢？沉默了，沉默了，为什么？大家在思考。因为柳柳会的太多了，全能，我本来猜艺术类的，老师类的吗？不是，很难。我是做 AI 的，我也是做 AI 的。什么科技？前沿科技。前沿科技 ，AI 相关的。对，厉害。那我们一起看吧。猜对了。因为这是他们聊过的话题。哇塞！大家好，我叫徐绿阳，今年28岁。我现在的职业是在 AI 公司做内容运营。我在工作当中是非常有热情、有计划的人，我会给自己每天都写那个每日to do，
现在的工作状态，我觉得是干劲满滿。คุณคะสวัสดีที่ไหนถ้าเรา有来แสกระดับ讲的刚才是泰语吗？他在泰国留学。好厉害。Russia the event to X。因为我觉得现在 AI 行业它变化实在是太快了，所以我想说，在这样的变化当中，我还是能够去积极的拥抱变化，始终处于这个行业前沿，然后能够更有规划的达到一个 work-life balance， 都是对他的欣赏。生活中我很喜欢去健身房举铁、普拉提啊之类的。哇塞！我日常还会喜欢跳舞、弹钢琴。哇塞，好辣！你在害羞什么啊？你害羞啥？这两个男生看得可开心了，这眼球感觉已经脱离了，脱光了。哇塞！哇塞！不要害羞啊，很好啊。我确实出乎意料，他这个职很好，很全能，很全能。哎，所以这个舞蹈根本都不是基础了。昨天我们对吧，太含蓄了。他上来说小时候学拉丁的，你知道吗？就说有一点点基础，一点点。我选，我好想知道柳柳下一个要选谁哦。你要想这么久啊？主要是我好像都不太了解。那选一个你最想了解的、最好奇的。有零吧？不能选 DK 吧？这道题我觉得小文很神秘。特别神秘。就小文吧。那你猜一下，小文是干嘛的？小文有点难猜。潮玩公司老板。你是知道还是什么？我指向性好明确啊！这个赛道好精准。我不是。买手，潮流买手。对，他很流行。也不算是，不是，只是一个爱好。rapper。没有，我不是 rapper， 我觉得大家还是看吧，我没有一个特别固定的一个职位。好，我们期待一下。哟，小号啊，小号。我叫肖恩涛，我今年30岁，我的工作是音乐人，学习小号有21年了。我的妈呀！我真的没想到，反差感很强。在我小的时候，我很喜欢唱歌，也比较有音乐天赋。歌曲旋律只需要听几遍，我就可以把它唱出来。从此我就踏上了我的音乐之路。来到了北京，我跟随陈光老师不断地在学习。初中以专业第1名的成绩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之后我又以专业第1的成绩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本科。好厉害哦！之后我去到了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进修了硕士。我又去到了美国明尼苏达进修了博士。博士？哦，哇！在生活中，我热爱音乐，但同时我也非常热爱运动。好帅哦！哇！我非常享受挥洒汗水的瞬间。太强了！太强了！打到一个人心巴上了。如果是用3个字来形容自己的话，我觉得那一定是自由、乐观和活在当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那你现在会用 AI 做音乐吗？我不用 AI， 我觉得那个代替不了音乐。尴尬。所以你俩现在居然坐在对头哎。所以你在好奇谁？选下一位。他会选轩轩吗？我问一下佩轩吧。我？那你们猜吧。我觉得他有一种那种就是一个什么老板的感觉，对吧？我也觉得是有一种就是那个状态。看起来很飒，他很飒。对，你是什么 bar 的老板？主理人。bar 的主理人。bar 什么 bar？酒吧。我是酒吧主理人。酒吧主理人，他连酒都喝不了。我有这种气质吗？我去开个酒吧老板娘。筹备公司老板。可以看了，差不多了，应该差不多可以看了。中了。哦呦 ！Hello， 大家好，我叫贾佩轩，今年36岁，目前是自己创业，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哇哦！哇，好帅！哇，咱们有点相似，真的，咱们有点相似。我觉得我在工作上攻击性挺强的。从小到大，我都非常的独立，靠自己这3个字是牢牢印在我的脑海里。但是，我工作的时候和我的生活中是两。也是自由，对吧？谢谢，太棒了！女强人。佩轩特别霸气，特别飒，然后觉得爱好很广泛，松弛感的御姐，再加上女强人的类型。他喜欢的运动还有挺多，有这个什么网球啊、冲浪啊，就是很多。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比较相似。哇，这一组。谢谢，女强人，太棒了！该我选了，那我好奇你的。他刚刚说我跟他很接近，相关联，那也是传媒行业。他知道啊。我之前就是从事传媒行业，但现在做的没有那么重，我也在做其他的行业。你也在做其他的行业？对，可以猜一猜。也蛮难猜的。科技。然后他回什么科技？什么科技？前沿科技。哎，前沿科技。他那个表情真是猜对了。暧昧流动。他那表情。我叫陆炳坤，今年24岁，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去年回国以后，和朋友做了一家 AI 类的教育应用公司。哇！工作日常主要是帮助公司梳理产品定位，然后呢清晰我们的用户画像，以及为我们的初创团队去找资金的来源。我认为我的情绪波动不大，理性的沟通大于一切。所以你玩滑板啊？不会电滑。我排解情绪的方式，其实运动啊和看动漫会更多一点，然后有时候会跟朋友出去打打球。帅爆了！冰球吗？冰球。哇哦，冰球。这个很难吧？这个很帅。哇！这有点帅呀！帅的。哇塞，这个很帅。用3个词形容我个人，我认为是独立、沉稳、坚强。帅的。谢谢。
我觉得是有让我眼前一亮的。他打冰球那里是真的很像职业选手，很帅，印象很深刻。比较吸引我的一点就是他打那个冰上曲滚球的那个感觉，我觉得还是挺酷的。帅的，帅的。他是里面唯一一个 Z 时代的。那我觉得我选最后一个就是Rita。我知道他在学服装这方面的，我觉得是跟艺术也沾边的，也感觉也是偏设计师啊，都很接近。都很接近。那就是说明说对了。我就不说了，观赏吧，观赏。好紧张，看自己的片子。好看。哇，繁花。哇，讨厌。好美。我叫王毅，今年33岁，真好看啊！但看起来真的不像33岁。毕业于英国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设计学院硕士，服装系。哇！我现在做的职业呢是设计师。哦，猜对了。我非常喜欢戴帽子，因为我感觉帽子戴了以后我就有满满的安全感。这帽子都好看哦，所以我想做一个我自己的帽子品牌。除此之外呢，我还做过 Inside Up 的客座主编。哦，哇！我就是100%的工作狂，可能就是人家还没开工我已经开工了，然后人家收工了我还在工作。你如果随时找我工作的话，我就是随时都会在线。那蛮有魅力的。对，我觉得我的闪光点是比较细心，私底下我也是一个什么事情都可以干的一个女孩。哇塞！对于个人工作生活来说是还蛮满意的。个人工作生活，就你说那个花艺，类似于是那种改造的。我觉得爱情对于30+的人来说，就是五彩缤纷的一个调味品。我就还是蛮期待那种甜甜的恋爱的，这个是我恋爱里面的初心，无论是多大的年纪都不会变。是的，是的，说的特别好。哇塞，超级棒，谢谢。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爱情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东西。我期待的爱情就是属于半熟的感觉，就是又可以像20多岁对于爱情的一个憧憬，然后那种热烈，同时呢又有30多岁的一个成熟跟理智并肩作战的一个甜蜜的爱情和生活伙伴。从丽萨里我了解到，塔塔是一个私底下很会生活，是一个非常细心也很爱美的一个女孩。美的，太厉害了，超级棒，谢谢，这真的快要落泪了的那种。哇，我们有2个设计师，谢谢，很感恩。然后最后幼龄的，哦，幼龄还没放。幼龄我一点都猜不到。猜吧，我觉得不难猜。猜不到，真的猜不到。我倾向于它是跟一些审美的方向有关，然后但是是偏策划和管理的。我一点都猜不到，因为它给人的感觉其实太淡的了。淡人，他对你可是浓浓的呢。有没有思路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就是个老板。不知道他会具体是哪个行业哪种类型的霸总，但是能感觉得到他是走那个范儿的。猜不出来。有没有什么方向大家可以？我今天有猜，就是家装什么，就是建筑类的，他都说不是。金融类的是吗？有，那就应该是投资人，有很多领域。是我的甲方啊。差不多了，差不多是吧？对，那就投资人嘛，投资人对。放吧。哇，
这，哎呀，哇，真霸总，哇，我叫周幼玲，今年36岁。哇哦，哎呀，霸总，大佬，哇塞，已经发展成为我在3年前投资创立了上海规模最大的城市民宿品牌，那全部是位于我们黄埔静安的核心板块。同时我已经从事金融行业10年，是国内首批获得大宗商品及股指期权交易资格的从业者。哦，你笑什么？我就很霸总。我非常享受现在的状态，有一部分的冷静和理性在工作上。生活的话是温柔的感性的。用3个词形容我自己的话，就是冷静。这地光太加分了吧？温柔慢热。我理想中爱情的画面就是4季3餐，2人1狗，感觉突然一下非常非常立体。对，帅的，帅，有意思，有意思。你这个背景音乐应该是上海滩，我觉得更合适。没有，反差感都挺强的。他那个小表情。他挺事业有成，我觉得运营公司是件非常累的事情，那他不会把这份疲惫和焦虑展现出来，我觉得很厉害，并不意外啦。他的那个画像跟他的那个职业，整体的感觉还是蛮相似的。哇塞，没有想到过他会是这个职业，因为我第一天说他像个小女孩来着。哦 ，Hello。幼玲，她太漂亮了，像女孩子。这其实跟长相无关，我觉得她整个人的气质。我对不起。草率了。但是我这2天的接触，我觉得她内心确实有这样的一面啊。甩，夹他屁股。你别推我，我自己挪。你在这边。此时应该抱着弟弟一起观看。是的，乖狗。我提议大家咱们共同举杯，为了这次的相识，还有大家职业的这个开心。哎，我想问你们对谁是觉得反差感最强的，最让你意想不到的？我觉得卓然比较吃惊一点。我也觉得卓然很反差。卓然蛮意外的。看着我像这个搞文学。对，像文学的。小文，我觉得是，我真的没有猜到。我也没想到小文是搞音乐的。我也没有想到小文是这样的，还是博士。我真没有想到，太吓人了。我觉得幼玲、卓然，然后还有柳柳，是我就是根本判断不出来的。那我们藏得比较深是吧？我觉得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微电影，看完这个之后都不觉得有这么冷了。好像我们认识了2天，但是这2天完全是很真实的大家的另一面，很难得。所以我觉得小吴的这个生活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地方。一切都还是很多未知。对，很开心的是以后大家可以公开讨论职业了。对，终于没有什么顾虑了。甚至可以有一些交流，共同爱好和交流。别害怕。这是怎么了？还没有结束。戛纳电影节颁奖。这是什么环节？来了新的女生吗？ La Palme d'Or du court-métrage est attribuée au Magnifique de Jiaying Chen。是演员吗？
第一眼感觉应该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出场挺耀眼的，大家目光都锁定在他身上嘛。哇哦，就很惊艳，比他在小片里面的还要惊艳很多。哇！哦，信息量好大。刚才那个画面应该是，就是说他在那个电影节上提名了或者拿奖了。那这个金棕榈的含金量是不是？那就是应该是中国的女导演第一人。这种级别我觉得首先一个女生，然后她有这么高的一个文艺的创作的这个 title 在这儿，想看文艺创作者他在面对感情当中会是什么样一个体现。好。这一期我们的嘉宾都很强，很强哎，半熟嘛，就是强。我们沿着刚刚我们看的顺序，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一季半熟首发的这8位嘉宾的所有的职业短片都已经公布了，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反差的或特别记忆犹新的？我喜欢那个耶，谁 ？Rita 哦，因为我觉得他在讲他工作的时候跟。他整个人就亮起来了。卓然好像也，卓然也是你加分的，对，是因为反差吗？就是以为他是一个学霸，跟文字相关的工作，想不到是理科。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小文吧，就是音乐里的博士，而且他说当时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第1名考上了本科，本科第1名又考上了硕士，然后去读了博士，对，学霸。然后其中我觉得就是佩轩也特别的酷。对，其实我之前还在想，他会不会因为自己有孩子，所以对新的感情选择可能没有那么的主动，但现在看起来就是完全不会。对，开始的时候其实不会把他和妈妈的身份联系到一起，他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真的非常难得。说到带娃，我特别想知道，就有没有育儿的干货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选宝宝口粮的小。都很猛，期待，很夯，对，真的非常的夯。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见证了他们首次约会的心动，包括朋友圈的真心时刻。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职业小片曝光之后的一种反差的惊喜吧。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新嘉宾的重磅入场。我相信我们半熟小屋的故事呢，才是刚刚开始。那么会有怎样新的故事发生呢？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半熟恋人的节目吧。朋友们，再见啦！再见，拜拜。新的女生来哦，女嘉宾来了，来现场了吗？哇哦，太期待了！金棕榈奖太厉害了，现在恋综门槛太高，真的很漂亮。我觉得大家已经暗流涌动了，很强。我在试图从只言片语当中拼凑出一些大家之前的故事。搅局，对，我们现在开始玩游戏吧。我会用咬耳朵悄悄话的方式提问。哦，咬耳朵悄悄话。来消息了，朋友们。所有女生前往客厅抽取邀约卡盲盒，这次是女生主动邀约，这精彩了，可以看一下。还得是跟他约会吧？是谁？你到底是谁？下午去打球，今天还有空吗？会不会出去玩？想来邀约一下，打羽毛球吗？那么多季，没有一个男生收了所有女生的邀约卡。你跳得很好，你刚才没有出错。3、是你做的啊？好香啊！绝了！入小屋婚姻堂最深的3件事。
这个问题好像有点精彩。他喷的是什么香水？我对香水不了解，但是所以你看了谁？太坏了，一帮人。我是游戏黑洞。我也是。我有小孩。也有小孩。哦，不只是火花，是烟雾，水泡泡已经溢满屏幕了。好球啊！别不要这样搞吧。我是不是要可以理解？上微博进入半熟恋人话题页，与半熟观察团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话题讨论，获取半熟小屋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五官后感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半熟恋人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腾讯视频 TV 版。6月1日起 ，SVIP 每周1、周2中午12点更新 ，VIP 次日12点更新，抢先看1周。每周3、12点 ，SVIP 提前看超前彩蛋。周4加更，周5陪看，周6、周日精彩花絮轮番放送，高能不断，课堂不停。